大家都知道生病要看医生但是在美国有很多人却因为乖乖吃医生开的药，吃到上瘾变毒虫。而且这个席卷全美国的危机背后，竟然是一个药厂的阴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国鸦片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根据美国官方统计，2021年美国有超过10万人因为服药过量死亡，其中有75% 跟鸦片类药物有关，可以说是美国的鸦片危机。而这个问题的源头呢，竟然跟医生开立的止痛药有关。因为当时的医生呢，会开含有鸦片成分止痛药给患者这些止痛药不只能够止痛，还会让病患吃上瘾，越吃呢就想要吃的更多，甚至会一天狂嗑个几十颗。好好吃个止痛药，为什么会搞到变毒虫？难道医生们都不知道这些药有问题吗？答案跟这个止痛药药厂背后的萨克勒家族有关。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萨克勒家族跟美国鸦片危机背后的故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每天会做多久呢？我们团队的大家工作形态大多都是坐着打电脑，一天可能会做10个小时以上，这也导致大家总是觉得肩颈僵硬腰酸背痛，所以有很多的同事都在说想要买一张升降桌，让自己无论站着坐着都可以工作。但电动升降桌动不动就破万的价格，总是让人买不下手。不过这次丹麦美学家居品牌 Mindcase 推出的电动升降桌 All Round Desk 不仅外形超美价格也很赞，1万元以内就可以入手，让不少同事都很心动。而且现在嘖独家的超早鸟优惠，最低58折起，已经在最后倒数中了，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需要的大家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来解放腰椎吧。虽然我们前面把萨克勒家族讲得很可怕但其实在问题爆发之前，他们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大慈善家族，每年呢都会捐非常多的钱给各个团体，像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罗浮宫等等，都有用他们萨克勒家族命名的展厅或者是学院，感谢他们的捐赠。那萨克勒家族的崛起呢，可以追溯到1战前，当时萨克勒家的3个兄弟刚刚从东欧移民到纽约，靠着犹太裔的父母经营杂货店生活。而这3个兄弟长大之后，慢慢在美国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他们的主业是医生，同时又开了广告公司当副业，而且这个广告公司的客户呢，主要是大型药厂，帮药厂把药推销给医生。当时的药物广告还很呆板无聊，但是萨克勒3兄弟因为自己就是医生，所以非常的知道要怎么样打中医生的需要。所以他们创办了医学杂志，在里面置入了看起来很专业的药厂业配，然后又用比较活泼大胆的文案还有设计来重新包装药物广告，让人很耳目一新。靠着这些行销策略，萨克勒家成功的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他们就想说我们都知道怎么卖药了，那干嘛帮药厂打工那么辛苦，我们自己生产自己卖不是更好吗？因此在1952年，他们收购了药厂，开始生产漱口水、抗焦虑的凡宁等日常生活药物，赚进了大把的钱。而且萨克勒家族利用这些钱，大量的投入慈善还有艺术买卖，逐渐的打进了美国的上流社会。从犹太移民摇身一变成美国名流，萨克勒家族的经历完全就是经典的美国梦故事。可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打住，因为当时萨克勒家生产的药物大部分都是日常用药，很容易被取代，竞争又激烈。所以到了第2代的时候呢，他们开始想要一定要创造出一个超厉害的新药，让竞争者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追上来。因此萨克勒家族成立了新的公司普渡制药，开始投入研究。而到了1995年，普渡制药推出了腾史康定，这是一个强效止痛药，里面含有一些半合成的人工鸦片成分。什么鸦片可以这样子光明正大的当药用吗？答案其实是可以的，像是吗啡就是一种著名的鸦片类药物。不过当时美国规定鸦片类药物呢只能够开给癌症末期的患者，因为患者刚吃下去的时候呢，确实会觉得很快乐，疼痛也有效的减缓。可是药效消失之后，反而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让身体忍不住寻求更多的药，进而导致成瘾。所以虽然鸦片类药物很有用但医生不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开给病患用。可是普渡制药就说，我们的这个新药腾史康定呢，用了跟吗啡不同的新成分，既可以解决成瘾的问题，又可以缓解疼痛，一箭双雕啦。这样子呢，就不只是癌症可以用任何的大病小痛都可以用我们的药。后来他们也靠着家族的庞大影响力，说服跟贿赂美国食药署官员，核准了这款新药，宣称它能够有效的降低滥用风险。
不要忘了，萨克勒家族呢是靠广告起家的，带着这个超强的新药，他们展开了一场铺天盖地的行销战。首先，普渡制药资助医生成立疼痛基金会，宣导大家要重视疼痛治疗，只要痛呢，我们就吃药。而在私底下呢，普渡制药常常招待医生吃大餐，还付钱请医生做有利于疼使康定的研究，强调只有不到1%的病患会上瘾，要让其他的医生相信这个新药的安全性。其中，他们又特别主打比较多蓝领阶层的地区，因为这些地方的病患比较容易有工作伤害，他们会发免费的疼使康定试用包给患者。他们熟悉这款药物，觉得有效之后，就会要求呢自己的医生去开疼使康定给自己。而另外，他们还在药物的标签还有宣传文案上面动手脚，夸大它的药效，淡化它的副作用，让更多人愿意相信这个止痛神药。就这样子呢，疼使康定上市后4年就超越了威尔刚，成为了全美国卖最好的药物，年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金。而其他的药厂发现有利可图也纷纷的开始生产其他的鸦片类药物。一时间呢，这个市面上的鸦片类药物越来越多。但是医生还有病患不知道的是，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其实超出想象的可怕。2001年，《纽约时报》报道说，有一种新的毒品正在市面上面流行。这些上瘾的人呢，遍及了退伍军人、家庭主妇、老年人、运动员，甚至学生还有孕妇。而且这款毒品呢，还是处方药，上瘾的人不用偷偷摸摸，只要拿着处方签就能够购买。没有错，这款毒品就是疼使康定。疼使康定后来被爆出说，它的药效呢是吗啡的2倍强，可是成瘾风险比吗啡高出了50倍。所以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吃了疼使康定，却因为药效所带来的快感太强，一个不小心就成瘾，越吃越凶。而当他们拿到的药不够，他们就开始去找不同的医生预约挂号，或者呢干脆压碎用鼻子来吸食。而且渐渐的，对有些人来说呢，疼使康定带来的快感也不够了，需要找到更强烈的毒品来用。选择之一就是属于鸦片类药物的海洛因。类似疼使康定的鸦片类药物，甚至因此成为了很多美国人染上毒品的第2大原因。不过，面对这些争议萨克勒家族呢，还有普渡制药始终强调说，我们的药没有问题，会成瘾都是这些患者个人的行为。另外，他们也动用了自己良好的智商关系，聘用前 FDA 的高官，还有退役的检察官来担任顾问，又在政治圈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跟国会议员们打好关系，试图延续自己帝国的寿命。可是，鸦片类药物造成的问题后来越来越瞒不住。2004年，西维吉尼亚州的政府打响第一炮，对普渡制药提告。随后，包含了肯纳基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等的地方政府都开始对普渡制药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刻意的隐瞒报告细节，进行有欺骗性的销售活动，导致美国的鸦片危机。而且事情不单只是针对普渡制药，2019年麻州提起了诉讼，认定普渡制药的主要经营者萨克勒家族也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同时，各地的民众呢也开始对博物馆还有大学进行抗议，要求他们拒绝萨克勒家族血腥的捐款。萨克勒家族的大慈善家形象也从此跌落神坛，变成了杀人犯还有大毒枭。到了2021年的时候呢，跟疼使康定有关的诉讼已经超过了2000件。面对庞大的压力，普渡制药宣布破产，接受清算。而原本持有公司的这个萨克勒家族被踢出公司，普渡制药的资产交付信托重组。此外呢，普渡制药也要付出超过100亿美元的和解费来解决相关的诉讼问题。而至于萨克勒家族的官司呢，也在今年判决出炉，要支付60亿美元的和解金，其中有7.5亿美元呢会用来赔偿鸦片类药物的受害者还有家属。其余的金额呢，会拿来作为毒瘾治疗还有康复计划的基金。而且除了普渡制药以外呢，其他同样生产鸦片类药物的厂商也纷纷遭到了起诉。但是美国民众对这个结果还是非常不满，因为这些药厂所导致的鸦片危机已经间接导致全美国50万人的死亡，上百万人的受害者持续生活在痛苦当中。可是以萨克勒家族的状况来说，他们虽然被罚了60亿，但光从普渡制药得到的收益就已经超过100亿美金。而且他们在给了和解金之后，会得到民事诉讼的豁免权，等于说以后美国政府和其他受害者不能够再用相关的案件对他们提起民事诉讼。那虽然他们还是有可能面对刑事指控，但很多民众都认为萨克勒家族还是可以继续吃香喝辣，并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查这一集资料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受害者的自白，边看边觉得又傻眼又难过。对一般人来说，身体不舒服就是应该要乖乖的看医生，医生给的药就是乖乖的吃完。谁会想到呢？本来想要让自己变健康的行为，最后竟然会让自己染上毒瘾。
而至于开药的医生们呢，也是有点冤枉哦。他们大部分的人应该也想不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大药厂，政商关系那么好，又有那么多的人背书，结果竟然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有点微妙的是，其实萨克勒家族自己呢，并不完全觉得自己有错。他们表示说自己只是根据当时的资讯做出最好的决策，就算时光倒流也不会改变做法。而这个由普渡制药一手推动的悲剧呢，后果还在持续的延续当中。如果你对其他更详细的内容感兴趣，很推荐你看看《疼痛帝国》这本书，支持好书跟出版社。而最后呢，也想问大家看完这集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部分呢？萨克勒家族真的超可怕，竟然为了钱害死那么多的人，比受害者真的很可怜。看个医生竟然就染上毒瘾，所以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萨克勒家族的错，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对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美国鸦片危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墨西哥毒枭以及新创诈骗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